地球停止自转，重力却没有消失，高温席卷整个城市。当所有人都在高温中绝望哀嚎时，我们一家4口正躲在地下堡垒里，吹着冷气，吃着冰镇西瓜。本以为我们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地苟到天荒地老，直到那道高达数十米、能将一切气化的超级热浪向着我们的安全屋无情碾压而来。晚上9点的城市本该是夜幕深沉的安眠时刻，如今却依旧被烈日死死笼罩。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整整72个小时，因为长时间的照射，地表的温度在短短3天内狂飙到50摄氏度，并且还在持续升高。此时我正站在市中心写字楼的落地窗前，看着被高温烤得融化冒泡的柏油路，心里莫名有些发毛。办公室的电视屏幕上，满头大汗的新闻播音员正播报着热点新闻。紧急插播，我市所在半旗已全面陷入高温极受，城市供电濒临瘫痪。此外，受极端热浪影响，大量地表植被在持续暴晒中大面积枯死自燃。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爸爸"2个字。电话刚一接通，那头传来父亲压抑的声音："念念听着，什么都别问，立刻下楼，带上小雨，晚上12点之前必须赶回西郊的实验室，一定要开着小雨那辆功率最大、隔热最好的越野车，立刻，马上！"我愣了一下，爸，到底是？按我说的做，新闻里说的也别信。老爸粗暴地打断了我，挂断了通讯。看着黑掉的屏幕，我没有任何犹豫，转身抓起背包，直接冲向了电梯。去电梯的路上，我已经拨通了未婚夫张宇的电话。张宇，快开车来我公司楼下，没时间和你说了，赶快！能让我爸这个老科学家如此紧张，这意味着天真的要塌了。10分钟后，张宇出现在公司的地下车库。他那辆车是极限运动俱乐部的宝贝，底盘升高了足足半米，加装了越野防撞钢梁和全地形轮胎。这里此刻闷热无比，他的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念念怎么了？我坐进副驾驶，冷气开到最大，却依然觉得闷热。我爸让我们立刻回家，情况紧急，先别问那么多了。你的钱现在能动用的有多少？没有任何废话，他一边猛踩油门冲出车库，一边翻出一张黑卡丢给我。俱乐部刚融完资，卡里有100万胡妻，加上我卡里的20万，一共120万。我死死盯着烈日下的街道，强光刺得我眼睛生疼。去北区最大的仓储批发超市，我们要尽快把这笔钱全花光。张宇没有问为什么，一脚油门冲向空无一人的街道。街道上的景象让我不寒而栗，路边停放的几辆轿车已经自燃成了火球，滚滚黑烟直冲云霄，却没有消防车来救援。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在自动贩卖机前大打出手，只为了抢夺最后一瓶矿泉水。其中一个人的头被砸破，鲜血流在滚烫的地上，瞬间就被蒸发成了暗红色的血架。到达北区仓储超市时，这里已经陷入了轻微的混乱。水，纯净水1整箱24瓶的那种，直接连着木托盘给我打包，要20个货盘，压缩饼干、高热量巧克力、牛肉干、脱水蔬菜、真空包装的速食肉类，货架上有的全给我清空，搬上皮卡。医用酒精，最高级别的广谱抗生素，最强效的晒伤药膏，医用纱布，防毒面具，打包。我们推着5辆巨型手推车，像疯子一样在超市里扫荡。张宇，你去五金区和特种设备区，把所有能买到的隔热铝箔膜、工业冷凝器、液氮罐、高纯度柴油、便携式太阳能地链池、防阳光护镜全搬空。我一边刷卡结账，一边冲着张宇大喊。超市经理看着我们这副阵仗，吓得冷汗直流。就在装车时，一个浑身被晒得通红的中年男人突然扑向我们的皮卡。给我水，热死我了！给我一瓶！张宇眼神一冷，单手擒住男人的手腕，滚开！猛地一扭一推，将对方重重地掀翻在滚烫的柏油路面上。张宇从腰间拔出一把战术屠刀，谁敢动这辆车上的东西，老子现在就废了他！周围几个蠢蠢欲动想来蹭水的人瞬间被镇住，退避三舍。10分钟后，我们的车彻底变成了一个重达数吨的物资库。当我们满载物资驶向西郊实验室时，车外的车载温度计发出尖锐的报警声，红色的数字跳到了惊人的58摄氏度。西郊林家实验室，这里表面上是一栋带院子的3层别墅，实际上在地下20米深处是一座最高防护级别的地下堡垒。我爸退休后将这里改造用来搞科研，车子刚一冲进院子，
沉重的合金车库门便在身后轰然落下，隔绝了外面的阳光。车库里，巨大的排风扇疯狂运转。我爸穿着厚重的防静电工作服，灰白的头发有些凌乱，手里正拿着一把等离子焊枪。我妈则是满头大汗的，正在将一箱箱的净水滤芯往地下通道里搬。发什么愣？赶紧卸货！老爸一挥手，大声吼道。张宇二话不说，跳下车就开始搬运我们抢回来的物资。爸，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我一边扛起2箱水，一边大声问：就算要避暑，至于搞成这样吗？老爸将焊枪扔在工作台上，走到控制面板前按下一个红色按钮，地面微微震动，一整块由防爆装甲板构成的地板缓缓划开，露出了通往地下深处的重型货梯。地球停止自转了，不仅是停止了自转，连磁场也在快速变弱。我们所在的半球被永远固定在了向阳片，持续接受太阳直射。我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手里的水箱差点砸在地上。不仅温度会持续的飙升，直到江河沸腾，更致命的是，没有了大气层和磁齿的有效保护，强光和辐射会侵入人体，让人变得狂躁且极具攻击性。老爸指着脚下深邃的电梯井，别管地面的房子了，1小时内把所有核心物资搬进地下堡垒，快！接下来的1个小时，我和张宇帮老妈全力搬运物资，把饮用水、食物、隔热材料用货梯送到地下20米的堡垒。就在我们搬完最后1箱液氮，4个人正撤入地下堡垒前的那一瞬间，地面传来巨响，我猛地转头看向窗外，只见电塔轰然倒塌，连续运转3天的城市电网，终于因电气超负荷，变压器起火彻底瘫痪了，随即全程断电了。在这个气温已经逼近60摄氏度的永昼，失去了电力，意味着城市正式沦为了一座高温炼狱。老爸按下封闭大门按钮，厚达半米的隔热合金门发出咔嗒声，彻底锁死，将我们与外面死死隔绝。他合上电源总开关，自备的发电设备开始工作，大功率空调快速降温。我们4人瘫坐在地上喘气，靠着堡垒躲过酷热。外面那个曾经繁华、文明、充满秩序的世界，已经在门外被彻底烧成了灰烬。厚重的防护门关紧，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堡垒在地下20米，和地面完全隔开。老爸合上总电源，地热设备和储备电池开始供电，制冷设备运转起来，冷风不断吹进屋内，驱散了从外面带进来的热气。当前室内温度22摄氏度，湿度45%，空气过滤系统运行正常，辐射屏蔽率100%。听着控制台的提示音，我瘫坐在合金地面上，大口吸着凉空气。张宇也四仰八叉地躺在旁边，他那件短袖早已经被汗水浸透，此刻正贴在身上冒着丝丝白气。别躺着了，把防尘服脱了，去洗个战斗澡，3分钟解决。念念，你去帮你妈把冷鲜柜里的东西整理一下。往后，我们定量分配食物物资。我从地上爬起来，这才开始仔细打量这座老爸耗费了10年心血和毕生积蓄打造的地下堡垒。堡垒占地300平米，墙体和顶棚是带隔热层的防爆钢板，夹层用料结实，能扛住极端灾害冲击。室内分区明确，中间是生存设备区和操作台，左边存放物资，设置2间卧室，右边有水培种植舱。车库深处盖着帆布，底下是老爸秘密研制的大型设备，暂时不让我们靠近。10分钟后，厨房里传来了久违的烟火气。都过来吃饭，天大的事儿也得填饱肚子再说。老妈端着2个不锈钢盆走到不锈钢餐桌前，一盆是土豆牛腩，另一盆则是刚从冷藏柜里拿出来的糖拌西红柿。地面高温缺水，电力全无，不少人为争抢饮用水而互相残杀，而我们却坐在22度的冷气房里，吃着热腾腾的炖肉和冰镇水果。这种优越的环境简直让人从天灵盖爽到脚后跟。我捧起一碗白米饭，我第一次深刻的真切体会到安稳环境的可贵。老爸没有动筷子，他走到中控台前，打开监控大屏，外面的景象清晰展现在眼前。画面刚一亮，我就停止了咀嚼。原本风景秀丽的西郊高档别墅区，此刻已经沦为焦热的地狱，气温已经飙升至73摄氏度，绿植全都枯焦碳化，湖水不断翻滚气化，柏油路面受热软化，路边车辆轮胎融化粘在路面，车漆起皮脱落。时钟显示现在已经是夜里9点，然而天空依旧烈日高照，没有夜晚。突然，监控画面的边缘出现了一群诡异的影子。张宇手里的筷子掉在了桌面上，他猛地站起身，手本能地摸向了腰间。屏幕里大约有10几个身影正在沸腾的沥青路面上游荡，他们的皮肤呈现出暗红色，大片的表皮剥落，
头发大把脱落，眼球已经浑浊发白，眼周布满了暴突的黑色血管。最可怕的是，他们的动作扭曲而僵硬，喉咙里发出类似野兽般破风箱一样的喘息声。那是什么东西？我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热辐射狂躁症，辐射损伤了管控理智的脑部区域，高温脱水又严重影响了身体机能。他们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也没有痛感，只剩下渴求水源的本能。就在这时，这群异变的人像是察觉到动静，他们一起转头盯向50米外的8号别墅。那座别墅的主人是做煤矿生意起家的孙总，院墙极高，大门紧闭，但在狂躁者眼里，那意味着里面有活人，活人就意味着体内有充足的没有被蒸发的体液。众人嘶吼着冲向同志院门，不惧高温着手，不停抓撞门板。大门被撞得摇摇欲坠，2楼的窗户突然打开，孙总和2名保镖从2楼开窗，扔出燃烧瓶，挥舞棍棒拼命抵挡。滚！都滚开！老子没有水！但燃烧瓶砸在狂躁者身上，只是点燃了他们的衣服。这些怪物甚至连惨叫都没有发出一声，顶着浑身的火焰，借着梯子硬生生撞碎了2楼的防爆玻璃。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成为了我之后每个夜晚都挥之不去的噩梦。7、8个狂躁者冲进房间，将孙总和他的保镖扑倒在地。他们用碳化的手指生生撕开2人的皮肤，甚至有人直接咬断了保镖的颈动脉。那些狂躁者正在喝血。孙总凄厉的惨叫声透过监控的麦克风传进地下堡垒，声音里充满了痛苦与绝望，随后戛然而止。我再也忍不住，转过身对着垃圾桶干呕起来。张宇脸色铁青，双拳捏得咔咔作响。老爸面无表情地关闭了音频开关，但监控画面依然留在屏幕上。老爸转过身，一字一顿，用严厉的目光扫视着我和张宇。看到了吗？这就是现在的世界。外面的温度还在升高，这种怪物只会越来越多。他走到我面前，按住我发抖的肩膀，声音冷硬如铁。从这一秒开始，你们必须把脑子里的同情心、道德感全部给我丢掉。以后不论外面发生什么，不论门外求救的是谁，是邻居，是朋友，哪怕是你们认识的熟人，是我曾经的同僚，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开门，绝不救人。谁敢圣母心发作去动大门的开关，为了防止堡垒暴露，我会亲手崩了他，然后把他扔出去喂怪物。地下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空调运转的嗡嗡声。老妈没有说话，只是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温水，眼神同样决绝。我看着屏幕上正在被分食的孙总，看着外面扭曲沸腾的世界。我明白了吧？我绝不会开门。在这个永不落幕的白昼地狱里，只有这样，我们一家人才能在这个永昼的世界里好好活下去。永昼爆发的第5天，在地下堡垒里，时间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太阳死死地悬在天顶，连一丝偏斜都没有。我们只能依靠中控台上的时钟，才能强行维持着人类原本的作息规律。早上8点的闹钟响起，我从恒温床垫上爬起来，伸了个懒腰。堡垒内的冷气依然稳定在22摄氏度，甚至睡到半夜还需要盖上一床宝贝。洗漱完毕后，我走出休息室，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极其诱人的面点香气。开放式厨房里，老妈正熟练地将揉好的面团拉成长条，下入油锅。伴随着滋滋的声响，2根金黄酥脆的油条浮出油面。旁边的破壁机里正打着冰镇的现磨豆浆。醒了，去叫小雨和你爸吃饭。老妈一边沥干油条，一边说道：“今天吃炸油条配冰豆浆。我还拌了2个凉菜。”我走到中控台前，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外部环境数据，心跳不由自主滴漏了半拍。地表实时温度78摄氏度，地表湿度2.1%，紫外线指数极度致命78度。在这个温度下，人类如果没有任何防护的暴露在阳光中，不仅皮肤会在几分钟内发生3度烫伤，甚至连呼吸道都会严重灼伤，导致窒息。我们坐在不锈钢餐桌前，咬着酥脆的油条，喝着一口冰凉的甜豆浆。我们头顶上方的整个世界正在被逐渐烤成焦炭，而我们却在这里享受着难得的惬意早餐。这种巨大的反差带来了一种近乎扭曲的爽感。
警告！外部防御隔离带触发1级警报，检测到生命体征靠近。就在我刚咬下半截油条时，中控台的红色警报灯突然疯狂闪烁起来。张宇瞬间放下碗筷，迅速窜到了监控台前，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调出了外围废墟处隐藏的监控画面。老爸也沉着脸走了过去，屏幕亮起，出现在画面中的是3个极其诡异的人影。为首的竟然是我们之前那个开劳斯莱斯的富豪邻居赵强，他居然没有死在前几天的狂躁者暴乱里。此时的赵强身上裹着整整3层厚重的工业防火毯，表面因极度的高温而发焦，头上戴着一个摩托车头盔，面罩上贴着反光锡纸，只留出2条细缝用来看路。跟在他身后的2个男人是他的贴身保镖，同样裹着防火毯，手里还紧紧攥着消防斧和撬棍。尽管防护到了这种地步，监控里依然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脖颈皮肤已经呈现出暗红色水泡，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破溃流脓。他们正站在我们别墅门口的地下车库入口，疯狂地扒着车库卷帘门。林教授，老林呀！我知道你在下面，我知道你在。沙哑破裂的声音传进了堡垒，老爸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没有反应。赵强一边疯狂砸着废墟，一边对着空气大吼：“你有水对不对？对不对？你肯定有冷气，你肯定在下面吃香的喝辣的。”张宇冷笑一声，眼神逐渐变得危险。这老狐狸命还真硬。林叔，我去拿射钉枪。不用。老爸抬起手制止了张宇，随后按下了主控台的通话键。赵强，趁我还没有发火，带着你的人滚出我的院子。老爸冷漠的声音通过废墟下方的扩音器传了出去，在空旷焦热的废墟上回荡。听到老爸的回应，赵强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猛地扑倒在地。老林，我就知道你活着，求求你救救我！外面太热了，我的一家老小都被外面的怪物吃干了。只要你开门让我进去，我给你钱，1000万。不，我所有的资产全给你，我的公司，我的股票，全都是你的。老爸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波澜。赵强，你的脑子被太阳烤化了吗？在这个温度下，你的钱连用来擦屁股我都嫌它硬。滚！被无情拒绝后，赵强也不再伪装，歇斯底里的咆哮道：“姓林的，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是个科学家，你的责任就是保护我们老百姓。你凭什么自己躲在下面享福？你这是犯罪，你这是反人类！”我站在屏幕前，气得冷笑出声。好一招道德绑架！老爸已经彻底失去了耐心。我再说最后一遍，滚！好，老东西，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赵强彻底疯了，他一把夺过保镖手里的消防斧，狠狠地出去。我知道你们躲在深处，今天你要是不开门，我晚上就带人带着设备过来把你的门切开，到时候老子把你们一家全宰了，抽干你们的血来解渴。此话一出，堡垒内的空气瞬间降到了冰点，张宇的肌肉瞬间绷紧，眼神中爆发出浓烈的杀意。老妈也停下了手里的活，冷冷地看着屏幕。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老爸眼神一凝，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输入了一长串复写指令：外围防御系统次声波驱离矩阵启动。哪怕隔着20米厚的地层，我依然感觉到脚下的地板发生了一阵极其轻微的震动。监控画面中，正在疯狂叫嚣的赵强和2个保镖突然浑身一僵，紧接着他们痛苦地捂住了耳朵。赵强扔掉斧头，痛苦地在滚烫的地上翻滚起来，他的鼻孔和眼角开始渗出鲜血。2个保镖更是直接跪在地上，疯狂地呕吐着酸水，甚至连胆汁都吐了出来，双手把脖子抓出了一道道血痕。滚！老爸通过扩音器发出一声怒喝。赵强和保镖们再也顾不上什么放狠话，强忍着剧痛，连滚带爬地逃出了院子，消失在刺眼的阳光中。
张宇啐了一口，便宜他们了，林叔，就该直接弄死他们。这帮人肯定会回来报复的，他们现在为了活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次声波只能驱离，外面温度太高，常规的热武器很容易受热引爆，不能轻易动用。而且直接震死他们太无趣了。既然他们想玩，我就在自家的地边上给他们准备一个大礼。老爸走向通往1号缓冲通道的大门，回头看向张宇。小雨，跟我来一趟装备库，该把我们迎客的红地毯铺上了。好嘞。我跟着他们走进了1号缓冲通道，这条10米长的合金密闭过道是屋内和外门之间最后的防护区。老爸打开了墙壁上的暗格，拉下了2个红色电闸。小雨，把那几个黑色的箱子搬过来，把超导阵列板嵌进地面预留的卡槽上。张宇迅速行动，把金属板一块块卡进到地面，拼接演示。爸，这是什么？这是我从前在研究所参与研制的导热材料超导加热板。我按下开关，短短3-5秒，整条10米地面就能升到180度，凡是踩上去的生物都会被烫熟。我听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简直就是一个巨型铁板烧。还没完，这是激光装置，原本用来切割厚钢板，一旦有人闯入，红外感应就会自动启动激光。激光打在什么位置？离地40公分，正好切断成年人膝盖。高温激光能瞬间封住伤口，伤者流不了血，只能趴在高温铁板上慢慢被烤干。看着布满防御的通道，我浑身发寒，心底却又莫名亢奋。在这座不见天日的地下堡垒里，陷阱已经布好。现在我们一家人只需要坐在冷气房里，喝着冰豆浆，静静等待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根据堡垒中控台的时钟显示，现在是午夜12点，可监控里外面依旧烈日当头，永不落幕的太阳依旧死死悬在天顶，气温涨到82摄氏度，超出普通温度计量程，地面酷热如烤箱，热风裹挟着扭曲热浪。堡垒内部液冷空调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将室温稳稳地控制在22摄氏度。我穿着舒适的纯棉睡衣，坐在中控台前值夜班。突然，防爆门的震动感应器传来动静，有金属摩擦和喷气的细微声响。我猛地坐直了身体，按下内部通讯按钮，低声喊道：“爸，张宇，他们来了！”不到10秒钟，老爸和张宇就冲进了中控室。张宇手里提着那把经过老爸改装的重型气动射钉枪。监控里有人在外强行破拆1号通道外门，门缝不断冒出等离子切割产生的蓝色火花。这畜生居然真的搞到了切割设备！这帮人不要命了吗？外面现在可是82度。人在极度干渴和濒死状态下爆发出的求生欲，是你们无法想象的。手指已经搭在了主控台那几个红色的起爆和通电按钮上。果不其然，随着哐当一声巨响，外层防爆门被硬生生切开了一个大口子。率先挤进缓冲通道的竟是3个浑身赤裸、皮肤已经完全碳化剥落、双眼暴突的狂躁者。这些失去理智的怪物是被赵强用生肉一路引诱过来的。他们感受不到高温，在挤进通道的瞬间，似乎察觉到了堡垒深处透出的那一丝微弱的冷气，立刻发出了野兽般的嘶吼，疯狂地朝着我们面前的防爆门扑了过来。在他们身后，穿着厚重隔热服、戴着护目镜的赵强和几个手下这才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老李，我知道这门后就是你们的乌龟壳，我看你今天怎么死！给我上，切开他！一群蠢货，既然进来了，就别想出去了。就在那3个狂躁者冲到通道中央，赵强的手下也跟着踏入通道的瞬间，老爸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绿色的回车键。1号线路超导加热矩阵启动，嗡！伴随着极高电压瞬间贯通的嗡鸣声，那些超导金属板在一瞬间爆发出刺眼的红光。仅3秒钟，地板的温度从常温直接飙升到了令人发指的180摄氏度。冲在最前面的2个狂躁者赤脚踩上180摄氏度的地板，脚掌皮肉立刻烧焦气化，通道里满是白烟和焦糊味，剧痛让他们倒地，身体大面积贴在高温板上后脂肪起火，2人翻滚哀嚎，
片刻就被烧成焦炭。啊，我的脚融化了。紧跟在后面的一个赵强的手下穿着厚厚的劳保胶鞋，但劳保鞋橡胶鞋底遇高温融化粘在地面，热量穿透鞋底，烫伤脚掌。他惨叫着想后退，鞋底被粘牢，直接跪倒在高温地板上。赵强吓得连滚带爬的想要往外跑。小雨，送他们一程。早就等着了。高压气爆声响在地下室回荡，老爸改装的射钉枪威力很强，10厘米长的钢钉高速射出，通道里的人来不及躲闪就被钢钉刺穿身体，跪地的人头上中了3根钢钉，头骨碎裂，溅出的体液落在高温地板上，瞬间气化。啊，我的腿！赵强跑得最快，但他身后的最后一个保镖却在极度恐慌中绊倒，触发了通道两侧墙壁上的红外线感应器。滴，高能紫外切割激光已激活，刷，紫色激光组成光网一扫而过。保镖双腿从膝盖上方被整齐切断，高温激光瞬间烤焦伤口，他甚至连一滴血都没有流出来。他上半身摔在高温地板上，惨叫不止，皮肉被烤出焦味。一旁的赵强吓得失控，慌忙钻出破损门缝，丢下切割机逃进酷热的室外。停火！老爸按下了关闭超导加热板的按钮，张宇松开了扳机，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连续射击让枪管发烫，刺鼻的焦糊味和血腥气味顺着射击孔灌进地下室。老爸立刻关闭了射击孔，并把排风系统开到了最大档。通道里一片死寂，几具焦黑的尸体还冒着白烟。老爸摘下眼镜，语气十分平静：结束了。我脸色惨白，强忍反胃，刚刚的血腥画面让我备受冲击。来，都喝口甜的压压惊。他把一碗冰凉的绿豆汤塞进我手里，又递给张宇一碗。张宇有些不知所措地接过碗，喉结滚动了一下。阿姨，这就是杀人的感觉吗？我知道，杀得好。小雨、念念，你们抬起头看着外面，温度已经82度了。你们觉得现在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社会吗？刚才那些人，如果他们冲进来，死的就是我们。你的枪如果慢1秒，他们就会用那把切割机切开我们的喉咙，喝干我们一家人的血，然后霸占这个堡垒。他们是在这炼狱里被太阳烤出来的恶鬼。打死他们，就和你们平时在厨房里拍死一只吸血的蚊子没有任何区别。喝下去。老妈命令道。我端起碗，仰起头喝完了绿豆汤。张宇也一口干了绿豆汤，他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阿姨，我明白了，以后谁敢靠近这扇门，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一群我杀一群。我放下空碗，擦了擦嘴角的汤汁，转头看向通道里那些焦黑的尸体，心中已经掀不起任何波澜。在这场永不落幕的急骤中，我们一家人注定要继续冷酷地活下去。地下堡垒不见日光，日子过得很慢。通道那场厮杀已经过去半个月，现在地表最高温快到98摄氏度，监控里往日的城市彻底变成炼狱，楼房玻璃受热成片炸裂，护城河干涸开裂，而那些变异的狂躁者也因为彻底找不到水源，大批大批的脱水而死，变成了地表上随处可见的干尸。我们4口住在地下20米的堡垒，生活安稳规律。张宇每天陪我练2小时格斗体能，老妈照料水培蔬菜，老爸躲在车库不连遮盖的区域，日夜焊接改装物件。我原以为只要我们的物资足够，只要这台地热发电机不坏，我们就能在这个乌龟壳里苟到天荒地老。直到那一天，宁静被打破了。那是下午3点整，滴滴滴，主控台突然爆发出凄厉的警报声，整个地下室的灯光瞬间变成了血红色。怎么回事？发电机过载了！不是发电机，是地表温度急速异常。当全景监控的画面被投射到大屏幕上的那一刻，我们4个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血液瞬间凝固。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一道高达数十米的热浪，所过之处，空气被瞬间抽干，高压电塔融化坍塌，汽车直接化为铁水。现在它正向这座城市碾压过来。座距雷达显示，热浪墙距离我们还有20公里。
预计5分钟后抵达。爸，我们在地下20米，应该能扛住吧？扛不住！那东西的核心温度超过了400度，热传导会瞬间烧穿我们的隔热层，不仅发电机会立刻爆炸，我们所有人都会在10秒钟内被高温蒸汽煮成熟肉。老妈脸色惨白，但她并没有崩溃，而是迅速冲向物资仓库。半成水和高热量食物，能拿多少拿多少！别拿了，来不及了！老爸一把拽住老妈，指着车库最深处那块巨大的防尘帆布吼着：“去车库，上神贤者，快！”章鱼反应最快，他一把扯下那块巨大的帆布，一辆重型装甲车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父亲耗费半生研制的勘探战车原型，命名为深潜者。车身满是黑色防爆装甲，长近10米，宽4米，像一座能移动的钢铁小屋。我们4人连滚带爬地冲进这辆战车，车厢内虽然宽敞，但到处都是裸露的线缆和未完成的电子元件。能看到位置吗？那些闪过下井战套直过基地了。看到了。老爸一头扎进驾驶室，双手颤抖着按下了一排启动开关，猛地拧动了点火钥匙。嗡，嗨嗨嗨，咔！引擎发出了一声轰鸣，但紧接着中控屏幕上却弹出了红色警告：警告，外部环境温度过高，进气道热变形，液压系统濒临沸点。引擎强制热锁死。动啊！给我动啊！老爸疯狂地拍打着方向盘，老泪纵横。只差最后一步，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轰隆隆！就在这时，地面上方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巨响。热浪过境了，尽管隔着20米土层和战车后装甲，但热浪还是钻了进来。砰！堡垒制冷设备炸坏。监控里避难所隔热层起火，房顶钢板被烧得通红，车厢温度几十秒从22摄氏度涨到60摄氏度，空气又烫又稀薄，吸一口气都能感动肺部火辣辣的疼。要死在这里了吗？我不甘心，我们囤了那么多物资，做好了那么多的准备，怎么能死在自然天灾的面前？我挣扎着想要去帮老爸重启引擎，但滚烫的空气让我一阵眩晕。砰！我脚下一软，重重地摔在车厢里，右手手掌猛地按在了一块滚烫的金属元件上，呲！皮肉被瞬间烫焦的剧痛袭来，我的手掌被锋利的金属边缘划破，鲜血瞬间流出，滴落在金属上。就在我的鲜血与极高热量的金属接触的那一瞬间，叮！一声清脆的机械电子音在我的脑海深处轰然炸响，检测到碳基生命体液基因序列，检测到周围存在极高浓度热能与大量废弃金属，符合激活条件。末日战车热能吞噬重组系统已绑定宿主灵念。系统，我猛地瞪大了眼睛，连手上的剧痛都忘记了。系统没等我反应过来，一行行虚拟数据在我的视网膜前疯狂刷屏。当前宿主所在载具严重瘫痪，是否授权系统吞噬周围废弃金属及致命热能，进行强制重组升级？吞噬，给我吞噬！我在脑海中歇斯底里的咆哮。下一秒，奇迹降临，我那只按在金属元件上的手掌突然爆发出了蓝光，这股流光瞬间蔓延并覆盖了整个车身。念念，发生什么事了？别怕，抓紧扶手。紧接着，令所有人终生难忘的科幻奇观出现了。伴随着金属扭曲重组声，堡垒内部烧红的货架、发电机、防爆铁门全都被一股无形力量拆成金属微粒，然后涌入战车的车身。不仅如此，连周围高达几百度的空气热能也被战车系统大量吸收，转换成动力能源。热能与材料吞噬完毕，开始等价重组。解锁0度液氮冷凝引擎，解锁钛合金破障撞角。轰！伴随着系统提示音，原本瘫痪的装甲车猛然发出轰鸣，排气管喷射出的幽蓝色冷火，凉意瞬间席卷了整个车厢。原本高达70度的恐怖高温，在短短3秒内被降到了舒适的20度。透过驾驶室的挡风玻璃，老爸颤抖地看着车头，战车前端装甲附上一层泛蓝光的钛合金，瞬间变成冰凉锋利的巨型撞头。这违背了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不可能！爸，现在不是管物理定律的时候了。我冲到副驾驶，看着雷达上已经彻底覆盖我们头顶的深红色热浪，瞬间迸发出疯狂的求生欲。才子有门，冲出去！老爸终究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他瞬间回过神来，双眼赤红，一脚将这台战车的引擎踩到了底，轰轰轰，履带疯狂摩擦着地面，钛合金撞角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动能。深潜者战车化作一头发疯的钢铁巨兽，毫不留情地撞向了前方已经被高温烤得酥脆的地下室承重墙。砰！轰隆隆，地下堡垒被瞬间撕裂，深潜者战车顶着漫天的砖石与钢筋，硬生生从地下20米冲破了沸腾的地表。当战车冲天而起，重重地砸在外面融化的沥青路面上时，周围是高达数十米的热浪。但身处被冷凝引擎保护的装甲车内，我们毫发无损。我看着车窗外毁天灭地的末日景象，擦去额头的冷汗，嘴角勾起了疯狂的冷笑。深潜者战车如同一头狂暴的极地巨熊，狠狠碾过沸腾的沥青路面，车窗外是真正的地狱绘卷，高达几十米的热浪从城市上空席卷而过，曾经高耸入云的 CBD 大厦在高温中融化，无数燃烧的建筑残骸从天而降，砸在战车幽蓝色的冷凝装甲上，瞬间发出呲啦的爆鸣，化作一团白色的水蒸气。抓紧了，前面有个废弃的人防地铁站。在引擎的恐怖动力下，战车顶飞了沿途10几辆已经被烤得粘连在一起的报废汽车，一头扎进了地铁站入口。轰！钛合金破障撞角撞碎了地铁站的承重柱，战车顺着楼梯一路狂飙，深入了地下30米的地铁隧道，直到彻底远离了热浪，老爸才踩下了刹车。战车发出排气声，稳稳地停在了隧道中央。车外的高温被隔绝，车内液冷空调将温度恒定在舒适的20摄氏度。车厢内一阵寂静，只有我们4个人剧烈的喘息声。活下来了，老天爷，我们居然从火海里逃出来了。没了，全都没了。我们花了120万吨的粮食，全被大火烧成了灰。我们以后吃什么呀？妈，别慌，解开安全带，走到车厢中央，是时候摊牌了。爸，张宇，你们刚才都看到了，之前烫伤破皮流血的地方，现在一点伤疤都没了，手掌上还透着淡淡的蓝光。我将战车重组系统如何绑定运作，还有刚才硬吸走附近废铁和热量来升级护甲的事，全都跟他们说了。听完我的讲述，大家都沉默了。老爸摘下眼镜，揉着眉心，此刻的世界观正在备受打击，但他毕竟是个科学家。几分钟后，他猛地抬起头：好，这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生机。有了这个系统，只要外面还有太阳，还有废铜赖铁，这辆车就能无限进化。管它什么定律，能在这个鬼天气保命就是好东西。念念以后你指哪儿，我打哪儿。系统能升级车，但变不出吃的和水啊。我们现在连1瓶矿泉水都没有了。就在此时，老婆，你跟了我几十年，你什么时候见我打过无准备的仗？老爸走到驾驶室的中控台前，掀开了一个红色保护盖，按下了金属按钮，咔嗒哧，战车车厢中央的合金地板竟然缓缓向两侧滑开。我们3人探头看去，瞬间倒吸了一口凉气。地板下藏着5米长、1米深的储物舱，分3块，左侧堆满密封军用口粮，够4人吃1年；中间是带防漏标地制冷金属大罐，右侧2台微光核电池和数个武器箱。老林，你什么时候弄的这些？半个月前你们在上面狂欢吃炸油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所以我早早就把核心的生存口粮转移到了战车底盘里。爸，你简直就是个神！别拍马屁了，老婆，该做顿饭了，咱们吃顿好的压压惊。好，我这就做。战车内配置了微型电磁炉，老妈从底舱拿出了一袋脱水蔬菜、几块高级风干牛肉，又撕开了几包方便面。10分钟后，车厢里弥漫起了牛肉面的香气。在这地铁隧道里，我们一家4口大口吃着滚烫的面条。逃出了城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老爸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线，最终指向了地图的最北端，极地深渊，或者说 S 省地下城。这几天我截获了一段长波加密电台，国家并没有放弃。他们在这场极热爆发前就已经在最靠近极夜交界线的地下深处建立了一个避难所。我们的目标就是跨越这3000公里，活着进入那里。但是老爸话锋一转，深潜者战车现在的状态根本跑不到那里。
为什么？我们不是有0度液氮冷浓引擎了吗？动力足够，但底盘不行。地表现在的温度高达80多度，路面的沥青已经完全融化了。在那种路面上极容易打滑，甚至陷车。一旦被困在地表，我们就容易被烤熟。念念，我们需要磁悬浮系统，你能做到吗？只要有足够的废旧金属和热能，别说履带，我能让这辆车变成一艘贴地飞行的陆地擎俺舰。好，就去 G40国道交叉口那儿，以前是大型货车物流园，现在堆满报废车子，正好当咱们战车升级的原料厂。我站起身，走到驾驶室，出发。战车引擎轰隆作响，车尾冒出淡蓝火焰，钢铁战车像寻食的猛兽。深潜者战车缓缓驶出了废弃地铁隧道。当战车重新暴露在永昼的夏时，车厢内的光感玻璃瞬间变成了深黑色，以阻挡极强的紫外线。地表温度已经突破了85摄氏度。眼前的 G40国道，柏油路面完全化为了黑色泥沼，沥青沸腾着冒出粘稠气泡，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硫磺与焦油的混合气味。数以千计的逃难车辆死死地陷在融化的沥青里，轮胎早就爆裂融化，车漆起泡剥落，车厢内隐约可见一具具已经被烤干的干尸。见鬼，这路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老爸紧紧握着方向盘，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战车每往前推进一步，轮胎就深陷银红的沥青中，阻力让引擎发出轰鸣。爸，雷达显示前方3公里就是那个大型重卡物流园，旁边还有一个地下加油站。好，我们一口气冲过去。半小时后，战车终于艰难地停在了物流园外围的高架桥下。放眼望去，在不远处的加油站废墟旁，停着一辆巨大的航空煤油槽罐车。就是它了。念念把隔热服穿好，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老妈紧张地从储物柜里拿出了一套重型防辐射隔热服，我迅速穿好隔热服，戴上全封闭头盔，将维生系统的冷气开到最大。张宇，你在车顶炮塔位置掩护。爸，随时准备接应我。我深吸一口气，拉开了战车侧面的气闸门。舱门打开的瞬间，即便穿着航天级隔热服，我依然能感觉到热浪的炙烤。头盔的温度报警器立刻发出了急促的滴滴声。我没有犹豫，直接跳下车，快步走向距离最近的一辆废弃路虎越野车。系统吞噬。我隔着隔热手套，将手按在车前盖上，叮，检测到可吞噬高能热量与金属材质，开始吞噬。刹那间，我的手掌爆发出蓝色光芒，那辆路虎越野车迅速液化分解，化为金属颗粒涌入深潜者战车体内。获得高强度碳纤维50单位，金刚120单位，热能点数500。我压抑住内心的狂喜，快步走向下一辆重卡。就在我的手即将触碰到重型半挂车时，飞车拉着我的头盔飞过，打在半挂车的钢板上，溅起一簇火花。念念，隐蔽，桥上有狙击手，加油站2楼有狙击手。我猛地一翻滚，躲到了重卡的巨大轮胎后面。这群疯子居然在85度的高温地设伏。小雨，能看到位置吗？看到了。张宇的声音冷酷到了极点。林叔，打开顶舱射击孔。我今天要把他们钉死在墙上。是车顶装甲掀开，张宇探出半个身子，他手里拿着父亲改造的重型连发弩，箭矢上还绑着小型炸药。砰砰砰！加油站那边的暴徒发现伏击失败，立刻开始了疯狂的扫射，子弹打在战车的幽蓝冷凝装甲上，连个白印都没留下。他们不是为了物资，他们是看中了我们车里的冷气。这帮人快被烤熟了，想抢我们的车！不知死活的东西！嗖轰！张宇扣动扳机，一支带着高爆弹头的重型弩箭精准射入了加油站2楼的窗户，爆炸声响起，弹子弹跳，稍高的人影从楼上掉了下来。
张宇吼道。我从卡车后头探出头，紧盯加油站旁的巨型航空煤油罐车，拼了！我向着那辆槽罐车狂奔，50米、30米、10米，砰！一颗榴弹打在了我的隔热服肩膀上，巨大的冲击力让我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在滚烫的沥青里，找死！耳机里传来张宇的一声怒喝，复合弩再次连发2箭，直接将2楼的墙壁炸塌了一大半，将暴徒活埋在废墟下。借着掩护，我终于冲到了槽罐车面前，双手狠狠地拍在了那个巨大的金属罐体上。系统，给我进行最大公度超频吞噬，目标底盘重组进化。我在脑海中发出疯狂的咆哮。丁，检测到极高纯度化石燃料与大量钛钢合金。警告！能量灌注过载。系统强制开启2阶底盘重组，重组目标确认，开始执行。轰！以我为中心，一圈淡蓝色能量冲击波轰然炸开，那辆航空煤油槽罐车在接触到蓝光的瞬间，化作一道粗壮无比的蓝色光柱，直接连接到了深潜者战车的车身。战车原来的宽轮胎在蓝光里慢慢化掉，一堆金属颗粒在车底快速拼接组装。咔咔咔，2条1米宽的耐热钛合金3角履带组装完成。不止如此，履带内侧还亮起一圈圈蓝光悬浮线圈。重组完成，战车底盘升级为耐高温全地形磁悬浮履带双模底盘。特性：开启磁悬浮模式可减轻车身70%重量，无视任何粘稠地形。履带模式提供极致抓地力与碾压动能。蓝光散去，原先陷在软沥青里难以前行的工程车彻底变了样。新车底盘离地5厘米悬浮着，泛着淡蓝光。念念，快上车！老爸激动的声音都在发抖。顺着降下的梯子冲进车厢，舱门闭锁。摘下头盔后，我大口喘着粗气，浑身一湿透。爸，换成履带行驶，给这群抢车的家伙好好开开眼。坐稳了！深潜者关闭了悬浮线圈，沉重的钛合金3角履带轰然落地，碾碎地上的沥青。液氮发动机轰鸣咆哮，车尾喷出10几米长的蓝焰。40吨重的战车横冲直撞，一路碾烂报废汽车，径直冲向2层高的加油站商铺。不，怪物！这是什么怪物？废墟里，幸存几个暴徒看着这辆大寒气不合常理的钢铁大车冲来，吓得都了武器，往往四散逃命。但太迟了，轰隆！没有任何悬念，也没有任何阻碍。钛合金破障撞角直接撞碎了便利店的承重墙，40吨重的履带顺势碾过废墟，暴徒的惨叫被发动机巨响盖住，砖石飞溅，整间便利店轰然塌掉。想抢车的暴徒来不及逃跑，有的被履带碾死，有的埋在废墟里。在85度的高温中被慢慢烤干，战车履带碾过残骸，骨头碎裂的声响让人浑身发毛。碾碎了，张宇从炮塔上退下来，关上舱门。老爸坐在驾驶位上，只是平静地拉动了操纵杆。磁悬浮模式开启，战车底部再次亮起淡蓝色的光晕，车身微微抬起，从粘稠的沥青里挣脱出来。我坐在副驾驶上，喝了一口冰水，看着前方无尽的沸腾公路，冷冷地说道：下一站极地深渊。深潜者战车在公路上疾驰，底部的磁悬浮线圈散发着淡蓝色的光晕。车厢内，我靠在真皮副驾驶座椅上，舒服地叹了口气。升级为磁悬浮履带双模底盘后，战车稳如泰山。前面是一个大型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我看地图上标注，旁边还紧挨着一个废弃的新能源产业园。老爸指着雷达屏幕上的建筑轮廓说道：进去瞧瞧。咱们车子底盘和动力够用，但车里住的地方太小。系统提示：只要能凑够优质能源材料，就能把车内空间扩容。好嘞，坐稳。老爸熟练地拉动操纵杆，战车一头扎进了服务区的巨大广场。透过防强光车窗，我看到服务区里停了10几辆满载的新能源运输车。在永州爆发后，这些高价值的工业产品被彻底遗弃在了这里，简直是天助我也！我穿好航天级隔热服，戴上头盔，拉开舱门跳了下去。我快步走到那排新能源运输车前，双手直接按在车身上。系统执行深度吞噬。叮，检测到海量高阶硅基材料、高密度储能电池组及庞大环境热能。材质等级判定 A 级，满足基地化升级条件。开始深度吞噬与空间折叠重组。刹那间，一股蓝色光芒从我的掌心爆发，瞬间席卷了整个服务区。10几辆载重数十吨的新能源运输车在蓝光中迅速消融，化作无数金属颗粒，倒灌入深潜者战车的体内。这天老林、张宇，你们
我迅速返回车内，脱下厚重的头盔。当我看清车厢内部的变化时，整个人也彻底呆住了。原本只有30多平米、略显拥挤的车厢，此刻竟然在空间折叠技术的作用下，硬生生向内扩建出了一条长达10米的金属走廊。不仅多出了3个独立的恒温休息舱，一个带循环淋浴的卫生间，在走廊的尽头，甚至还亮着模拟日光。我快步走过去，推开走廊尽头的玻璃门，眼前出现一间20平米的恒温种植舱，舱内整齐地摆着多层金属水培架子，架子里循环着营养液水，顶上的补光灯照着植物，空气里飘着青草和泥土的清香。解锁模块微型恒温生态舱，特性完美模拟植物生长环境，产量提升300%，生长周期缩短50%。能种地，我们能种地了！老妈扑进生态舱，眼泪不断往下掉。随后，她从贴身的衣服口袋里掏出了几袋逃离时带上的抗高温小白菜和生菜种子。妈种吧，以后咱们天天吃新鲜蔬菜。我靠在门框上，眼眶也有些发红。就在我们沉浸在这份温情中时，滴滴滴，主控台上的最高级别红色警报突然响了起来。怎么回事？老爸瞬间冲进驾驶室。当全景雷达屏幕亮起的那一刻，我们所有人瞬间心头一紧。雷达屏幕远处一大片暗红黑影遮满天边，正像巨浪一样飞速朝这边冲来。超高能等离子太阳风暴。老爸死死盯着屏幕，声音充满绝望。是上次那波热浪的10倍。它所过之处，连地表的岩石都会被瞬间融化。我猛地抬起头看向车窗外后方，刚才天空已经被染成了诡异的暗紫色，空气直接被点燃，不断传来刺耳的爆裂声响。跑！快跑啊！做完了！老爸一把推开磁悬浮操纵杆，将0度液氮引擎推到了极限过载状态。战车在沸腾的公路上狂飙，时速120、150、180，不够。远远不够，风暴时速超过了300公里，它还在加速，距离我们只剩下不到10公里了。老爸的双手死死攥着方向盘，手背上青筋暴起，车尾的装甲温度报警器开始疯狂闪烁。哪怕有冷凝引擎的保护，车厢后半部分的温度依然在不断升高。前面是跨江大桥，只要过了江，进入对岸的山体隧道。终于，前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横跨这座城市第一大江的主干道大桥，冲过去，我们全都在心里疯狂祈祷。然而，当战车冲上桥头堡的那一瞬间，嘎吱，老爸猛地踩死了刹车。庞大的战车因惯性在桥面上滑行了足足上百米，伴随着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最终惊险地悬停在半空中。车厢内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引擎粗重的喘息声。我们4个人绝望地看着挡风玻璃外的景象，桥断了，原本宽达数千米的江面早已彻底干涸，江底变成了一条深达100米、龟裂出无数巨大裂缝的恐怖峡谷，谷底还流淌着暗红色岩浆。而这座钢铁大桥在江心位置，生生断裂出了一个长达200多米的巨大豁口，前方的路彻底断了。桥下是一个深达100米、布满岩浆的深渊，而身后那股通天彻地、呈现出暗紫色和幽蓝交织的超高能量水的风暴，进入桥头已经不足30米。风暴走过之处，对面瞬间被击落。30秒后，这股风暴就会将我们连同这台深潜者战车瞬间异化。前有岩浆深渊，后有异化火海，似老天爷前缘，这是老天爷设下的死局。林叔，念念，这回咱们一家人算是要真的整整齐齐了。我死死咬着嘴唇，鲜血顺着嘴角流下，但我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我不甘心，我的生态舱才刚刚种下种子，我怎么能死在这里？就在这时，我的余光猛地瞥见，在断桥边缘的应急车道上，有一架坠毁的军用重型运输直升机残骸。它那巨大的钛合金旋翼和大号燃油箱在阳光下发出光芒。一个极其疯狂的念头瞬间出现在我的脑海。爸，解除磁悬浮，切回履带模式，把车头给我对准对岸的断桥。我猛地解开安全带，一把推开了战车的舱门。念念，你要干什么？回来！我没有穿任何隔热服，直接扑向了那架直升机的残骸。我要让我们飞过去！我要让我们飞过去！这句话喊出口的瞬间，我已经一把推开了战车的重型气闸门。呼！我没有穿戴隔热服，外面90摄氏度以上的致命热浪，混合着身后等离子风暴带来的狂暴气流，直直地撞在我的身上。仅仅是迈出车门的第一步，我露在短袖外面的手臂皮肤就立刻泛起了恐怖的深红色，汗毛和睫毛在高温下瞬间卷曲焦糊，每一次呼吸，肺泡都传来剧痛。念念，你疯了！
回来！别管我，准备倒车加速！我头也不回地发出一声嘶吼，然后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在滚烫的桥面上朝着直升机残骸狂奔。30米，在平时只需要几秒钟的距离，现在走得多么艰难。我的鞋底踩在融化的沥青上，滋滋冒烟，酷热烤得视线发花，高温和热浪闷得脑袋缺氧。10秒，风暴还有10秒就要吞没桥头了！我猛地向前扑倒，双手狠狠地拍在了直升机残骸那巨大的钛合金旋翼上。系统，给我超频吞噬，我要飞，给我重组出能飞的模块。我在脑海中歇斯底里的咆哮。叮！警告！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正在急速衰竭，检测到高纯度航空钛合金、军用级高能燃料池、反重力陀螺仪残骸。系统进入强制超频状态，开始越阶重组。轰！一股前所未有的幽蓝色能量光柱从我的双手中喷涌而出，那架直升机残骸瞬间解体，化作了蓝色金属颗粒，跨越30米的距离，狠狠地灌入了深潜者战车的体内。咔咔咔咔，砰！金属重组声在战车内部爆响，战车两侧的重装甲在蓝光中瞬间向外翻折，2道长达8米的隔热气动滑翔翼轰然展开。与此同时，战车的尾部装甲脱落。4个巨大的、散发着蓝光的反重力等离子推进器赫然成型，重组完成。战车解锁模块、反重力等离子推进器与隔热气动翼。警告：当前模块为越阶强制解锁，每次使用将急速消耗战车能源储备。念。就在重组完成的瞬间，张宇顶着致命的高温冲了过来，他一把扛起因为重度烫伤而陷入昏迷的我，疯狂回奔，直接将我扔进了战车，自己也跟着滚了进来。砰！气闸门瞬间锁死。张宇一边疯狂地拍打着我身上因为高温而起火的衣角，一边对着驾驶室嘶吼：“林叔，冲啊！小雨抓紧他！”老爸双眼赤红，眼角流下了2滴泪，他没有丝毫犹豫，推着他后狠狠踩在踏板。轰！4个等离子推进器爆发出长达10几米的幽蓝尾焰，在推进器的加持下，顺着桥面疯狂加速，时速200、250。300，呼！在冲出断桥边缘的那一瞬间，突如其来的失重感让我们心头一紧。我们起飞了，战车跃入了那100米深的干涸江面，下方是从地壳断裂渗出的、散发着高温的暗红色岩浆。展开气动翼，拉起遮头！老爸怒吼，死拉着方向盘。咔嗒，战车两侧的钛合金气动翼完全展开，反重力推进器持续喷射。就在我们跃出断桥的同一秒，轰隆隆隆，身后传来了恐怖的爆炸声。那股核心温度无法估算的超级等离子太阳风暴，终于彻底吞没了我们刚刚所在的桥头。我隔着防墙光玻璃向后看去，眼前的景象看得心惊肉跳。那座屹立了几十年的悬索桥，在接触到风暴的瞬间，直接被气化成了漫天的红色粉末。如果我们的动作慢上哪怕1秒，现在就已经和那座桥一样化为粉末。砰！极其猛烈的撞击感将我从惊骇中拉回了现实。在滑翔了足足200多米后，深潜者战车重重地砸在了对岸的断桥边缘，巨大的冲击力把车内减震器压得咔咔作响，切履带死死咬住地面。老爸疯狂地操作着，钛合金履带瞬间砸向地面，在对岸的柏油路面上刮出了2条半米深的沟壑。火星4溅中，战车在滑行了近100米后，终于在一座巨大的隧道入口前停了下来。车厢内陷入了长达2分钟的死寂，只有冷凝空调吹出白气的沙沙声。我们4个人全都瘫软在座位上，哪怕是平时最沉稳的老爸，此刻双手也剧烈颤抖着，根本无法从方向盘上拿开。活下来了。老妈捂着脸，甚至连哭的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我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张宇正拿着医疗箱，手抖着帮我处理满身烫伤的水泡。神奇的是，在热能吞噬重组系统的反哺下，我体内似乎流淌着一股奇异的能量，那些看起来触目惊心的红肿和水泡竟然停止了恶化，甚至连痛感也快速减轻。我大口地喘着粗气，望着舱顶生态舱的指示灯，忽然放声大笑。张宇见状也跟着笑，我们就像2个疯子一样，宣泄着劫后余生的狂喜。笑够了，老爸慢慢转过身。你们知道刚才有多悬吗？如果那架直升机里没有足够的燃料，如果系统重组慢了1秒，我们一家4口现在就已经是一把灰了。这场灾难比我想象的还要残忍，老天爷不给人留活路，其他人为了活命，会变成比外面的风暴更可怕的恶鬼。从今天起，忘了我们曾经是什么人。在这条路上，不管我们遇到谁，不管他们有多惨，
我们只杀人，绝不救人。谁挡了我们去极地避难站的路，就用这台战车的履带从他们的尸骨上碾过去。听懂了吗？听懂了。张宇眼神冰冷如铁。放心吧，爸。战车激起云海，如此激动和紧密，身前鬼一头扎进了前方的黑暗之中。战车驶入长达10几公里的穿山隧道，当那能够将人烤化的阳光终于被山体彻底隔绝时，我们所有人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这是永昼状态下的大半个月以来，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身处于没有任何阳光直射的黑夜之中。隧道内没有一丝光亮，只有深前者那2道强光车灯划破黑暗，厚重山体挡住了外面能融化一切的风暴和热浪。车外测温显示洞内只有45度，虽说还是闷热，但对比外面酷热的环境，已经舒服太多了。张宇将头盔扔在后排，大口呼吸着车厢内的清凉空气。终于不用隔热头盔了。就在这时，微型恒温生态舱传来了电子提示音，老妈连忙冲向走廊尽头，几秒钟后，她惊呼：“老林，念念发芽了！”我快步上前，隔着透明玻璃看见了在培育槽里的嫩芽冲破培养液，冒出嫩绿的新芽。老爸站在我身后，看着那片嫩叶，淡淡的笑着。这是好兆头。老爸转过身，走向驾驶室，但别高兴得太早。隧道这好地方绝对不只有我们。老爸的话音刚落，战车的雷达屏幕上突然爆出一片密密麻麻的红点。结束，准备战斗！老爸猛地一拉枪，战车在隧道内借着强光大灯，我们看清了前方的景象，所有人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在距离我们大约200米的隧道中间，立着一道4米高的巨型金属路障。这根本不是普通的临时路障，是用10几台报废重卡车架、粗钢条和钛合金钢板焊成的铁墙，牢牢卡在隧道两壁，一点绕路的空隙都没有。铁站后面和两边检修平台上挤着40-50个带武器的幸存者，在这个避光的隧道里，不用忍受阳光的炙烤，他们手里拿着的武器五花八门，有自制的燃烧瓶、开山刀，更有10几把制式的军用步枪，甚至还有2架架在沙袋上的重机枪，是一群有组织的暴徒，说不定还有黑道分子。张宇扫了眼雷达热成像说道：“他们霸占整条隧道当据点，拦路打劫，绕路是不可能了，倒车更不可能，外面还刮着等离子风暴。”老爸坐在驾驶位上，冷冷地看着前方的暴徒，只能硬刚。那还等什么？按您说的，只杀不救。张宇眼中爆发杀意，一把拉开了车顶炮塔的舱盖，将重型复合弩架了出去，同时打开了战车自带的防弹掩体。铁站后头，一个光膀子、胸口纹王头的高巴男拿起大喇叭冲我们喊着：“对面的铁王八听着，老子不管你们是哪里来的神仙，到了黑风岭隧道，就得守老子的规矩。”把车门打开，男的滚下来，女的留下，里面的水、吃的，还有这辆带冷气的车，现在全归老子了。如果不配合……刀疤脸狂笑着，猛地一挥手，砰砰砰，他身边的几个暴徒立刻朝着战车扫射，子弹打在钛合金装甲上，只留下了几道白印，但这显然只是威慑。他们看中这台战车，不想用重火力摧毁它。我冷笑一声：“爸，这堆破铜烂铁挡路太碍事了，开过去，停在铁障前面10米。”老爸没有任何废话，一脚踩下油门，身前者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直逼那座4米高的铁障。在距离铁障仅剩10米的地方，战车稳稳停住，庞大的车身和幽蓝装甲瞬间让暴徒们感到恐惧。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这堆破铁，那我就收下了。我迅速穿上防弹背心，推开气闸门。刀疤脸见我下车，立刻声嘶力竭地吼道：“开火！给老子打死那个女的！别打坏了车！”密集的子弹瞬间扫过车身，找死！车顶的张宇发出一声怒吼，复合弩疯狂连射，高爆箭头精准地在暴徒人群中炸开，瞬间掀翻了7、8个人，残肢断臂在隧道内乱飞，火力瞬间被压制。借着张宇的掩护，我冲到了那座4米高的铁障前，将双手死死地按在了那粗壮的工字钢上。系统执行吞噬，叮！检测到大量高密度碳钢与钛合金板，系统开始吞噬。下一秒，让所有暴徒永生难忘的恐怖画面出现了。在这漆黑的隧道中，我的双手爆发出刺目的蓝色强光，那座高达4米、重达数十吨的铁障迅速瓦解，仅2秒钟，几十吨的钢铁直接化作漫天的蓝色金属颗粒，疯狂地倒灌进我身后的战车中。这是什么怪物？
他会妖术，他把我们的城墙变没了！刀疤脸和剩下的暴徒们吓得面无人色，枪都快拿不稳了。快用燃烧瓶烧死他！刀疤脸最先反应过来，疯狂地几十个燃烧瓶下并吞噬海量金属材质完毕，检测到外部物理与热能攻击，开始等价武装重组，解锁高压液弹喷射塔，解锁全方位高能激光拦截网。爸，交给你了，给他们好好降降温。老爸双手在主控台上飞速掠过，武装系统全功率开启，猎杀时刻，咔咔咔，战车车顶和侧边装甲自动翻开，4座冒着寒气的液弹喷射炮伸了出来，车身还亮起数十道紫色激光，扔过来的燃烧瓶还没靠近，就被激光凌空打爆，变成一簇簇小火团。随后攻势展开，4门液弹炮猛地喷出零下200度的低温白雾，4道白色寒流瞬间扫过前方100米范围内的所有暴徒。啊！惨叫声甚至没能完整的发出来。前排的10几个暴徒在接触到液弹流的瞬间，体表立刻冻满厚冰。身处45度闷热的隧道里，他们骤然从高温跌入极寒。血肉和血液全都冻僵，举着武器或是正要逃跑的人，全都变成了一动不动的冰人。魔鬼，他们是魔鬼！快跑啊！刀疤脸吓得肝胆俱裂，转身就往隧道深处跑。车厢内，液冷空调依然维持着20摄氏度的舒适温度，将外界的血腥味隔绝得干干净净。我脱下防弹衣，瘫倒在柔软的沙发上，长长的呼出一口气。脚步声响起，老妈端着一杯温水走了过来，喝口水，念念辛苦了。我接过水，仰起头一饮而尽。终于驱散了刚刚战斗的疲惫。历经了整整半个月的漫长狂飙，我们终于抵达了终点。这半个月里，深潜者战车的履带碾碎过无数暴徒，也无数次擦肩高温风暴。钛合金装甲上此刻布满了焦痕和血迹。战车翻过最后一座被烤成焦炭的山梁，全景雷达屏幕上，那个代表着希望的巨大绿色信标终于闪烁了起来。到了。就是那里 ，S 省极地深渊地下城。老爸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剧烈颤抖着。我从副驾驶上站起来，向车窗外看去。然而，当我看清眼前的景象时，瞬间心灰意冷。希望的尽头竟是绝望死局。在距离地下城入口还有500米的地方，一条宽达100米的地底大裂缝横亘在入口前，暗红色沸腾的岩浆从裂缝中喷涌而出，彻底切断了通往地下城的唯一去路。重达100吨、能扛核爆的合金避难大门被岩浆长时间烘烤，零件融化变形，彻底焊死在了一起。焦黑骨架和已经被烤干的装甲车残骸在岩浆湖边堆积如山，足足有几千人。他们跋山涉水逃到此处，却眼睁睁看着大门焊死，最终绝望地被烈日和岩浆活活烤成焦尸。门被高温焊死了，我们进不去。张宇绝望地松开了手里的枪，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第一，警告：0度冷凝引擎冷却液已耗尽，储备热能见底。警告：外部装甲温度已突破1200摄氏度，车体即将发生结构性熔毁。系统倒计时警报声在车厢内回荡，车内的温度在失去冷气保护后，几秒钟内就飙升到了40度，并且还在持续向上攀升。岩浆上方空气被高温烧得发烫，最多还有3分钟，我们战车就会像那些遇难者一样，被高温活活烤焦。老天爷，为什么给了我们希望，又要把它掐灭？老大死握着方向盘，却依然死在头头，试图往前冲，但失去冷却的引擎已经寸步难行。我猛地擦去嘴角的血丝，下定拼死一搏的决心。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没有输。我一把推开张宇，冲到了车厢正中央，双手狠狠地砸在了中控台的核心数据接口上。系统，如果我要强行冲过这100米岩浆，还要撞开那扇焊死的100吨级合金门，需要多少能量？我在脑海中咆哮。计算完毕，目标需要超越当前系统极限的瞬时动能与绝对降温能力，必须献祭极高价值的物质进行等价交换，全部献祭。叮，检测到可献祭模块，高压液弹喷射塔，全方位激光网，外挂钛合金重装甲，折叠空间走廊。请宿主确认，一旦献祭，战车将彻底失去所有防御与维生能力，化为一次性消耗品。我确认，给我把所有的能量全都压榨到车头上去。车厢内的走廊瞬间虚化消失，车顶的武器系统、车身外围的散合金装甲，在一瞬间全部解体，化作阴蓝色一大包，瞬间涌入车厢。我们4人的皮肤立刻泛起红斑，但我死咬着牙，没有后退半步。这股庞大能量疯狂地向着车头汇聚，终极献祭完成，解锁一次性终极破障形态，绝对0度冷冻钻头。爸，冲过去！用我们的命撞开这扇盖
了大笔的鲜血，这个架势，一家人死也要死在门里面！冲啊！老爸直接将油门踏板一脚踩断，轰隆隆，战车一头扎进滚烫的赤红岩浆里，极度冰寒的绝对零度钻头与几千度的高温岩浆正面硬撞，吃轰，极致的冷热交锋。引发了威力无比的水蒸气爆炸，滚烫的岩浆被战车冲开一条通路，飞溅的岩浆遇冷凝成黑玻璃，紧接着又被车身碾碎。短短3秒钟，我们在毁天灭地的水蒸气和爆炸中冲过了岩浆湖。砰！最后一声巨响，汇聚战车全部动力的超低温钻头狠狠撞在被岩浆焊死的巨型合金大门上，大门在骤冷冲击下材质变脆，像玻璃似的裂开大洞。哐当，咔咔，战车借着最后的惯性，硬生生地挤进了大门的豁口，冲入了地下城内部的广场。自突在冲入门内安全区的那一秒，绝对零度钻头消散，0度液氮引擎终于彻底报废，冒出一股黑烟，彻底熄火。车厢内高温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地下城内部极其凉爽湿润的微风。地下城广场上，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还有几辆主战坦克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这台浑身冒着白烟的车辆。咔嗒，战车残破的舱门被一脚踹开，老爸满脸烟灰，衣服破烂，腰杆却挺得笔直，从容走下战车，面对着周围无数黑洞洞的枪口，没有丝毫畏惧。他从贴身衣兜里拿出一本被汗水浸潮的红色证件。我是原最高物理研究所所长林卫东，地热核能冷却循环系统是灾前我主持设计的，现在我回来了。领头指挥官看见证件上的最高级荣誉勋章，大吃一惊，立刻立正敬礼。全体都有，收枪敬礼！数百名军人整齐地收起武器，向这位老科学家致以了最崇高的军礼。这时，张宇扶着老妈慢慢走下车，他怀里紧紧抱着用隔热材料裹好的透明保鲜盒，这是储物空间快要损毁时他拼死抢救出来的东西。当老妈打开保温盒的那一瞬间，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甚至连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兵眼眶都瞬间红了。在满是绝望、被烤成焦炭的世界里，保温盒里静静地躺着几颗水灵翠绿、带着水珠的生菜，那是生命的颜色，是人类在这个被太阳诅咒的永昼地狱中不肯认输、延续文明的希望。3年后，极地深渊地下城最深层的 A 级生活区，地下城的温度常年恒定在20度，巨型仿真穹顶洒下人造月光，外界的地表依然是上百度的高温炼狱，但人类文明已经在这地壳深处重新扎下了根。念念，小雨，快去洗手，饺子出锅了。经过3年的发展，老妈带进来的那几颗蔬菜种子已经成为了地下城农业区最重要的母本。老爸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正坐在沙发上看书。他现在是地下城的首席科学顾问，负责维持这座庞大地下城的维生系统。来了来了！张宇穿着背心从地下城的训练室跑回来，我擦干手上的水渍，走到餐桌前，望着右手，从前手上幽蓝的系统光效，自从冲破岩浆大门那天就彻底消失，再也没亮过。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我拿起筷子咬了口饺子，汤汁鲜香，伴随着周围人们的欢声笑语，温馨的让人想落泪。窗外是没有太阳的深渊，屋内是万家灯火与热腾腾的除夕。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能够和家人整整齐齐地坐在一起吃一顿热饭，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